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海银国大将军宋典新，平复叛乱有功，与国师沈穆斯堪称天造地设，故赐婚于二人。穆斯哥哥，你来接我了。保护将军！元宵，陛下有旨，宋典新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杀无赦。将军府300余口，满门抄斩。听说对着刘盈许愿，愿望就能实现。希望我跟穆斯哥哥永远在一起。点心，我沈穆斯一定如你所愿。沈穆斯，为什么？沈穆斯，此别再无相见日，只愿一人度春秋。穆斯哥哥，我们就以玉佩为证，岁岁如此，永不相负。年年这般，不负春秋。我的伤呢？这是我的营帐，我怎么在这儿？将军，您醒了。元宵，你没死？难道只是一场噩梦？将军，您睡糊涂了吧？明日就是您和国师大人定亲的日子，您苦苦追了他12年，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什么？不对，定亲明明是半年前的事情。将军，您的茶。是他。这茶里有毒。将军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不是噩梦，上一世正是这杯毒茶害我久未痊愈，才未能及时回城保住将军府。元宵，明日定口最便宜的棺材。您要棺材做什么？找沈穆斯退婚。我宋典新，此生此世绝不会嫁给沈穆斯，否则，这口棺材便是我的嫁妆。你简直是胡闹啊！这门亲事可是你自己向皇上求来的。典心要与我退婚，典心，好久不见。沈穆斯，怎会是好久不见？前一世你屠我满门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你再得逞。
沈慕思，你无需再惺惺作态。今日，我们便当着父母之面解除婚约。宋点心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没有放手的资格。皇上赐婚，岂是你想断就断？若你执意要娶我，这棺材便是你的归宿。好，今夜我们就在这棺材里成亲洞房。那我就成全你。慕思，点心，你想让我死？死是最简单的事情，我怎么会让你这么容易的死去？宋点心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将我们将军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我已向皇上辞官，现在只是庶民。国师府需要我这样的女人进门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与沈慕思再无任何瓜葛。若满门抄斩由我而起，那重生再来，我就斩断亲情，封心所爱。只要您守护宋氏全族。心上许和你，像那仙云烟和山间一曲，思念出愁恨。我要让你尝到这世间所有的苦，痛不欲生。我要让你后悔活在这世上。只有弃官从商，才能脱离朝堂束缚。做这千位阁的掌柜，就是最好的掩护。我要将来害我将军府灭门之人，一一铲除。将军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们都是跟着将军出生入死的人，不来这儿，我们去哪？我宋点心，谢谢大家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已不再是将军，只是这千位阁小小的掌柜。掌柜，掌柜，您开着只招待达官贵人的茶室，究竟是为何？请君入瓮。元宵，带大家先下去。是。点心，无论我们之前经历过什么，你现在是否还会相信？陌路人而已，谈何信任？国师来此，到底有何贵干？这千位阁，你开不成。凭什么？就凭这地儿是我的。点心，我要以地契入股千位阁。你想怎么入股？46开。行，依你。点心答应的如此干脆，莫不是早知道这地方是我的，故意引我来？那
那我现在故意引你来此，让你喝这杯酒，你敢吗？点心给的酒，就算是毒酒，我也会喝下去。史穆斯，你在找死！真要死，我也只能死在你手上。看来这剑刺的还不够狠，那就如你所愿。重来一世，又回到了这里。上一世，他们答应只要你回来，我便不会伤一下。点心！点心，是我害了你，但你到最后一刻，竟也没有舍得杀我。经历上一世，我知你不会再信我了。但我赌，你仍不惹上我。点心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点心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冲动行事。苏尚书，这是我和点心的事，你不必插手。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雪芙，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难道不应该站在我这边吗？点心，我只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受伤。点心，现在我可以走吗？国师，请自便。点心，你想引来的人已经出现，我该再帮你添把火了。角儿们已经登场了，锣鼓该敲起来了。镇国将军府通敌叛国，满门300条性命尽数被诛。国师沈穆斯、礼部尚书苏雪芙谏言有功。沈穆斯，上一世我对你痴情一片，你却屠我满门。沈穆斯，为什么？苏雪芙，你是我的挚友，却夺我所爱，陷我无义。
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我绝对要你们血债血偿。雪芙，你早点跟我说呀，你喜欢他。我一个男人而已，送你了。蝶心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他只有敬佩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说的话，你自己会信吗？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，听闻朝堂中有人收到一封密报，与你关系匪浅的中书令魏云亭勾结外族，通敌叛国。小心点，不要你的名字也在密报之中。蝶心，你知道的，我待人一向谨小慎微，可唯独对你亲如姐妹，你可一定得信我。这事儿恐怕是有人故意为之。雪芙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那封密报就在你敬佩的沈慕斯手中。新店开张，千味茶宴，国师大人亲送的千味茶，诚邀各位莅临品尝。新店开张，千味茶宴，国师大人亲送的千味茶，诚邀各位莅临品尝。你要卖了我？今日千味阁门庭若市，皆是冲着你而来，本是该高兴的事情，为何迁怒于我？你舍得让我陪别的女人？国师大人这副好皮囊，一定能值不少钱吧？万一我跟别的女子有传闻，岂不是坏了你的名声？名声能值几两钱？你该不会以为我退婚又创立千味阁，是在对你欲擒故纵吗？就不怕我坏了你的计划？怕，只怕你留不住客人。元宵，带国师大人出场。千味阁今日开张之际，为谢贵客，国师沈慕斯特为各位献上一场千味茶宴，若相中，请出价，价高者中。国师，开始吧。竞拍开始。800两，800两，1000两， ，1000两。都已安排妥当，不过苏尚书向来为官轻于自持，他会乖乖叫价吗？这位姑娘出到他一定会抢。还有没有人是更高的？我出2000两。 2000两。这位苏雪芙以最高价拍下沈慕斯，必会询问密报之事。他的相好中书令魏云亭意外撞见两人奸情，他们3个人狗咬狗，一时3年。雪芙，不必拘束，你若是感兴趣，也可叫价。我今日来就是给你助兴的，蝶心，我并无他意。 4000两，4000两，4000两一次，4000两2次。我出4100两，4200两，4300两，4400两，4500两，4600两，4700两，4800两。
6000两，6000两1次，6000两2次，6000两3次。苏雪芙拿下，有请沈国师。点心，灵珠碎玉虽不能夺目于世间，但却是两情不渝的誓言。不要再轻易把它丢掉了。中书令魏云亭也在。要我告诉他，你今天的计划。他怎么知道？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沈慕斯。但不管怎样，魏云亭对苏雪芙已产生了嫌隙，也不算白忙一场。雪芙，我与国师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今日我以2倍的价格拍下，改日让他为你奉茶。当然了，点心你的事情更重要嘛。苏尚书，好像无妨。国师，掌柜说今晚请您自便。点心，灵珠碎玉虽不能夺目于世间，但却是两情不渝的誓言。不要再轻易把它丢掉了。骗子，满嘴鬼话。国师，夜闯闺阁，未免唐突。出高价买我一夜，不用岂不是可惜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。若是我对雪芙这样，你也无所谓。雪芙喜欢就好。
你胆敢背着我勾引国师，怎么，有我还不够吗？你若是能明媒正娶，我何必另找他人？看来点心不喜欢。点心，热闹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你要小心。掌柜，刚传来消息，中书令魏云亭暴毙了。苏雪芙当时是否在他身边？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没事了，你走吧。神木寺，这就是你所谓热闹的事情吗？他是在帮我。上一世，你们陷害中原，图我宋氏满门；这一世，灭门之仇，我必10倍偿还。我叫宋点心。你不开心？我本想成为一国之师，为民造福的，但我爹说宋家人只能练武。我跟你相反，我想上战场，成为大将军，保护百姓。可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又是家中独子，我爹说什么也不让我学武。那这样，我做女将军，你入朝为官，成为国师，你替我完成我的梦想，我替你完成你的梦想吧。这个玉佩给你。哎呀，拿着拿着，你一个我一个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替我成为国师大人，我也一定会如你所愿，成为女将军的。不是不可以呀、拉钩。神木寺，你就是个骗子。掌柜，苏雪芙带着2个侍卫来的，直接进了国师的屋中。警惕性还挺高的，想办法把那2个人给我支走。是，催情香已经调好了。魏夫人到了吗？到了。到了就好，我们该去看这场好戏了。苏尚书，
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有约？中书令魏云亭暴毙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点心说，中书令魏云亭勾结外族。我想帮你查明真相，却亲眼看见魏云亭死在眼前。我怀疑，这事就是宋点心做的。这事和宋点心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，他想灭口。他故意诱导我，向魏云亭打探情报，好栽赃于我。这是魏云亭与南陆国往来的书信，我不惜以身作饵，才得到的。看来，魏云亭是死在你的温柔乡里。苏雪芙不仅勾引了你的夫君，更是拿你夫君的命当作向国师投诚的一份礼物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只要告诉我，世上还有谁，我都能帮你一一查清。看来苏尚书对这份密信很在意。只要能助你权倾朝野，一只蝼蚁而已。他死不足惜。是吗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魏云亭没有死。什么？苏雪芙为求自保，毒害并栽赃你通敌叛国，你还要保他？他告诉我，你与南陆国狼狈为奸，企图诬陷宋点心。他口说无凭，他和宋点心才是叛国之徒，宋点心甚至下毒灭口。是我下的毒。我在帮你挽发时，在你的发髻上下了迷药。神木司，你怎么能利用我？看来你们的关系也不过是相互出卖罢了。神木司，我们两个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沈木司为何设局揭发苏雪芙和魏云亭？他们难道不是一伙的？神木司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多看我一眼？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的心里还是只有宋点心吗？不如魏云亭他找狗。他虽昏庸无能，但他宠我爱我，他甚至愿意为我废了他那无用的夫人。苏雪芙，你个贱人！魏夫人，竟敢耍我，拿我当傻子一样！宋点心，我得不到的人，你也别想得到！宋点心，你竟然杀了苏尚书！本国师奉皇上之命，彻查礼部尚书苏雪芙通敌叛国之罪，
苏雪芙刺杀魏夫人，并预谋刺杀本国师。宋掌柜，斩杀有功。是。天心，你居然给我下罪行下3倍的药量，国师还能坐怀不乱？因为那个人不是天心。你如果不在乎，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你还有利用的价值。如果不是我发现苏雪芙罪行的话，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妻子了吧？什么死？停下来！不行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我怕，但我更害怕失去你。偏要与你爱一场，与往事尽付转，样样人间蓦然相忘，但愿此生不负我心所想，这一世陪在你身旁。你是我最深的想，最值得忘，最险的仗，便许下虔诚愿望，护一抹荧光。宿命如剑出鞘，最无常，这就是你想要的事。行，接受余生情深一忘。你是我最深的想，最值得忘，最险的仗，我甘愿执迷不放，护一抹荧光。宿命如剑出鞘，最无常，却斩不断过往。你想要，我给过。我想要，明天我会让元宵通知你。最险的仗，我甘愿执迷不放，护一抹荧光。宿命如剑出鞘，最无常，却斩不断过往。掌柜，我已吩咐了大理寺的人。不过既然是您设局，为何还要救国师呢？有些事情没有他这个身份还真不好办。掌柜，这些是……这些都是危害我海阴国安危、勾结南陆国的叛国之人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在梦里见到。这个郑怀安果然是敌方的细作，怪不得我们每次行动都被对方提前得到消息。调查有何发现？供出了一份名单。把人带下去。是。
勾结南陆国的叛国之徒，既有商国，又有朝廷重臣，甚至连宫里都安插了他们的眼线。虽然有了这份名单，但又是谁在背后控制着这些人？元宵，你我拿到的东西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不然你我很难活着回去。掌柜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通知了国师，半个时辰后他会到约定地等你。对了，掌柜，听说可颂公主要和那个南陆国的质子联姻，那个南陆国的九皇子好像今天进城。元宵，备好一间上等雅房。天心，你今天约我来这里是要做什么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替我跟公主道个歉。天心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人胆敢在此放肆？国师大人办案，请九皇子前往千位阁一趟。九皇子，不想枉死，就跟我走一趟。掌柜，这位是？备好的雅房在哪？在北海阁。我知道你是谁，赫赫有名的海银国一品大将军，宋典心。我如今已经弃官从商，只是个掌柜而已，叫我宋掌柜即可。宋掌柜，你把我弄到此地，到底是何目的？小心，别划伤了自己。这把短刀曾让我在狼群中活了下来，每一寸都染过想害我之人的血迹。只怕你的刀太短，伤不得。我不仅知道你的过去，我还知道你的未来也跟我有关。我没有心思陪你玩这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我区区一个质子，只想活着。正合我意。九皇子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约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抢他。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昨夜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自己不中用，勿要怪我另觅新欢。他可是嫡国质子，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当然知道。九皇子颇有义举，我能做的可多了。他若动你意志，我便屠他满门。
救你的，快跟我走。两会的领班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不是来救我的，是来杀我的吗？九皇子，我不希望你枉死在无知之下。南陆国九皇子离奇，图谋不轨，和大将军宋典心暗中勾结，乱我朝纲，悉数诛杀，不可留一人。原来是你！上一世，离奇惨死，我被冤狱气勾结，孙家被满门抄斩。为了不让悲剧重演，离奇不死是关键的一环。昨夜多亏了宋掌柜，才让我躲过一劫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无需客气。九皇子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汤药，可滋养心神。宋掌柜过往战功赫赫，权倾朝野，如今公然抢人，抢的还是南陆国的质子，就不怕有人构陷你通敌吗？通敌之罪，我当然怕，但更怕到死都不知道是被谁所害。九皇子，你随身携带的那把短刀，刀刃磨损，不是防身的最佳武器，但你却如此珍惜，想必是爱你之人所赠吧？是我生母，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宫女。母亲总说，心软是递给别人捅向自己的刀。对我而言，活着已经是最好的结局。我理解，活着已经是最好的意义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待真相大白，必定护送你安然无恙地返回南陆国，与你的生母团聚。这一路九死一生，不是利用我，便是要我性命。你是第一个愿护我归家之人。宋掌柜，无论你的赌注和筹码是什么，我陪你入局。宋掌柜，为了感谢你昨夜的救命之恩，想赠你这只簪子。如此贵重，九皇子费心了。沈慕斯，怎么不喜欢九皇子？你刚刚笑得很开心呢。哪有人收到心仪之人送的礼物会不开心呢？你留下离奇，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危险。已经有人上书说，当朝国师包庇宋典心，绑架南陆国质子，有谋逆之意。怕牵连就别玩了，国师大人的胆魄不过如此。没有我在，你以为这千位阁能平安无事？没有你，
千位阁也照样招财揽客，只怕是招灾揽祸，引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你不就是那个不必要的麻烦吗？难道不是李启？他比你重要。我们的关系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。互相利用？我们之间连一丝信任都没有了吗？信任这种东西，一旦崩塌，后面表现的再诚恳，都感觉是在骗人。林欣，你永远知道，扎在哪里我会最痛。看来是我太贪心了，想要告诉你所有的一切，但我知道，那只会让你将此时此刻的我推开得更远。宋掌柜，方才我演的可好？无论你的赌注和筹码是什么，我陪你入局。还有一事，你很讨厌他？你是指沈慕斯？我可以帮你，毕竟演戏这种事，没有谁可以比质子更得心应手了。多谢，以后叫我点心吧。以后换我李启便可。边的李启，你没事吧？严萧，快去追！是。良臣，良护卫。说出你上面的人，兴许我还能留你一命。这个人，你们得罪不起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本国师正在办案。无需你们插手。你们退下。是。我杀了你！我怕，但我更害怕失去你。
石木寺，上次的伤还没好。一个不重要的人，点心何须关心？跟我来。这又是什么香？安定养神的香。点心，这一颗如毛似丸，放入可视，但你仍是在意我的，对吧？石木寺，这一世的你，为何一直在帮我？这一世的我，是否真的可以断情索爱？点心，你好久没有像这样看着我了。现在海阴国与南陆国势同水火，各方势力暗潮涌动。苏雪芙又刚死在千位阁，你又将帝国质子置身于身边，很危险。倘若有人构陷你私通外敌，你该当如何？我不会给任何人这个机会。宋点心，我们就这样相互利用下去吧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守在你身边，因为我怕我不在你身边，你需要我时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掌柜，国师也是这个名单上的叛国之人吗？他不在名单之上。国师沈慕思，礼部尚书苏雪芙，谏言有功。苏尚书，这是我和点心的事，你不必插手。沈慕思，害我之人到底有没有你？真的让我看不懂你。
止，我定会无恙，绝不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。走。雨谦小姐，雨谦小姐，来人啊！来人！雨谦，别碰我！雨谦，是姐姐，别碰我！是姐姐。姐姐，那宋点心如果继续给我们找麻烦的话，主子说了，将军府也就不用存在了。王太，这小妞真不错，一会儿咱要不要再来一次？雨谦不怕，有姐姐在呢。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有姐姐在。天了，暖暖手吧。多谢。对于女子而言，失了贞洁，这一生也就毁了。贞洁又如何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你的随行梁护卫咬舌自尽前说，这个人我得罪不起。我杀了苏雪芙，就有人立刻拿雨谦来警告我。我有预感，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。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欺凌我妹妹的人。点心，朝廷纷乱，人心叵测，你现在已经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，想要揪出背后之人，恐怕更难。只有以我为饵，才能放长线，调出这背后之人。掌柜，查到一处可疑地址，这不就上钩了？掌柜，我们根据马车查到了这里。这个郑淮安果然是敌方的心腹，怪不得我们每次行动都被对方提前得到消息。他们是故意引我们来这儿的，我引开他们。你回去叫人。是。跟追！快点追！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一个没有功夫的人，是过来送死的。就算死，也好过此别再无相见日。神
天渡春秋。这是上一世我临死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为什么他会知道？放在这儿，小心！想死别拖累我，回千位阁。你们都别待在这儿了，我陪雨谦就好。好，有事情随时唤我。这一切都是姐姐的错，姐姐发誓，绝不会放过那些欺凌你的人。国师，朝中无事可做吗？你看起来很闲啊。家事重要，但叨扰了九皇子，实属不该。点心早已与你退婚，沈国师，不要自作多情。这门亲事是点心求皇上赐婚，若想要解除，必须禀报皇上。我现在仍是他未来的夫君，一纸婚书罢了。点心有能力可以自由选择。你的联姻虽然只是一场交易，但牵扯两国，希望你谨言慎行，不要给我未过门的妻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阴谋，夹紧狐狸尾巴，别被我抓到。雨谦，姐姐，我的身子已经被玷污，为家族蒙羞。我若活着，只会成为你的累赘。我已经失去了活在世上的勇气。姐姐，这辈子能当你的妹妹，被你疼过、护过，是雨谦的福气。姐姐，答应我最后一件事，不要再查了。雨谦绝笔。雨谦，夫人，我的雨谦，雨谦，你让咱们回。你要怎么办？雨谦，把姨娘带下去。宋掌柜，妹妹被你拖累致死。从即日起，你宋点心与我宋家再无任何瓜葛，然后你也不再姓宋，我也不再是你的父亲。你走吧，这辈子也不要再回来。爹，爹没有说错。如果不是我，雨谦不会惨死。
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，女儿此生无以为报。滚！宋家女宋典心，拜别父亲。将来，你爹会明白你的用意的。尽管你与家人已经断绝关系，但家人仍是你的软肋。如今四面危机，不如早做打算，将他们送去安全之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？为什么以前我追着你时，你对我敬而远之，如今又非要缠着我不可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知道失去过你的痛。你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也许是我开窍了呢。一个让你失望过的人，怎么可能只让你失望一次？不要往后退了，我不往前就是了。有些关系到此为止，就是最好的收场。我不许我们只是到此为止。此别再无相见日。既然一切可以重来，宋典心，我又怎会让我们只愿一人度春秋？重来一世，我以为能够改变一切，再错一步，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不能再重蹈覆辙。掌柜，有郑怀安的线索了。郑怀安为什么会来到御史大夫林修远的外宅？哎呦，这幅字画我寻了许久，多谢国师。啊，今日来可有何事啊？当然是有事要拜托御史大人了。哎，国师请。昨日查得如何？我跟踪郑怀安到了御史大人的外宅中，看见了沈木寺，
你怀疑沈慕思与他们同谋？应该不会是同谋，或许他只是刚好在那儿。你在替他找借口？没有，我替他找什么借口？宋点心，你这人挺好玩的，陪你玩挺有意思。即便玩的是一条死路，玩得开心便好。你又怎知闯不出一条活路来呢？梁公公，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宋国林受人检举，有贪没军饷之事，一律全族流放于岭南。念在宋典心昔有功勋，且已被驱逐出宋氏宗籍，暂不追究其连坐之罪，钦此。梁公公，我爹绝不可能贪污，能否让我入宫面圣？此乃是圣上的旨意，自然已经是查明了。但是，宋典信，其实此事你应该感觉到庆幸，庆幸自己保住了这一条命。接旨吧。梁公公，梁公公，随我去将军府。经查证，礼部尚书苏雪芙之子和千位阁的一名男子有关。皇上派我来彻查此事，所有男子全部带走。宋典心留在千位阁，不得外出，直至查明。掌柜，都别动，不然发生这么多事，如果跟他们再起冲突，就更没有机会查清真相，把爹救出来。跟他们走。走。典心，发生了何事？九皇子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去一趟大理寺协助调查。离奇当时还未来千位阁。你这样胡乱攀咬，就不怕引起两国交战吗？是不是御史大夫林修远让你这么做的？是我主动请奏皇上，跟御史大夫没有关系。沈慕思，是我看错了你愿意信我吗？尤其是把家人作为一份赌注。你有什么值得我去信任的？既然你不愿信任，那我也不再多解释。没想到沈国师竟然如此恶毒，连未婚妻的族人都不放过。九皇子，我的家事无需你来智慧。
怎么样了？我买通了鱼头，他今晚会照顾好宋老将军。但是，明日辰时，全族将会流放岭南。还有一事，沈木司上奏皇上，不仅检举将军宋国林贪污军饷，甚至请求亲自彻查苏雪芙之死。原来这一事什么都没有变。你说过，战场瞬息万变，制胜之道在于谁能占据主动权。我相信，一定有办法改变局面。李琦，帮我做一件事。慕斯哥哥。你若想求情，我无法接受。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帮我？娘，站住！明日，我要我爹清清白白官复原职，我要千位阁一干人等无罪释放。宋天心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之事。明日，我要我爹清清白白官复原职。我要千位阁一干人等无罪释放！我不信你会做到如此地步！爹，站住！给我爹平反！你若是不同意，我爹流放岭南之日，就是你爹娘尸身送回国师府之时。我说过，如今四面危机，要早做打算，将他们送去安全之地。你为什么不信我？就是因为信了你，才会落得家破人亡。一直都在骗我，从头至尾。可他们是无辜的。
我爹一生为国征战，难道他就该落此下场吗？我最后说一次，给我爹平反！你要是不同意，我现在立刻杀了他！宋典熙，你不要逼我！是你在逼我！我这一生就是为了守护家人而活着。将军府要是不在了，我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。陈氏，我必须看到我爹。垂涎最后一灯星烛，才懂得朝暮。涉过人群汹涌，人心波折，比春冰难渡。庸人所望，日暮作灯，生花枯树。我答应为你爹平反。长生长痛，我明白。你会切断人间。口向心门寒冬，情灯翻倍岁月，轻拂开。宋典熙，你会连向我利用你不是？只得一言，万来不语，万劫不顾之意，求痛快。风霜如雪，再无痕留最后一灯星空，才懂得朝暮。涉过人群汹涌，人心波折，停在你眉目。于是冰释尘烟，日暖一川小树。爱已从上，荒芜心态。明知复有一丝微妙，遇见地沧海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宋国林被检举贪污军饷之事，经查明为不实，当即释放全族，宋国林官复原职。沙场就是踏着鲜血和尸骨，不管重来多少次，我都会竭尽全力，誓死保护族人周全。哎，夫人。哎，四儿回来了。宋老将军今日官复原职，大喜事儿啊！爹，娘，昨夜可有何事发生？无事啊，你爹带我去看花灯了。四儿，怎么了？长官，回来就好。沈牧司已经停止调查苏雪芙之事。你昨晚让我准备沈牧司父母的人皮面具，究竟做了何事？从此以后，你我情断人间。都起来吧。
掌柜，退下。是。宁修远之事，调查的如何了？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宋点心，你又骗了我。郑怀安的顶头上司王放池每月初1，会与御史大夫林修远在寺庙里私见，行迹隐秘。袭击你的郑怀安虽是王放池之人，但暗中替林修远办事。看样子，王放池并不知情。郑怀安手中有所有人的名单，说不定不止吃2家饭。什么名单？啊！进来。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。对付你的人，必定权势滔天。他能让你妹妹出事，也能让将军府满门抄斩。我让你的家人以流放的形式离开京城。一旦出了京城，我便有办法让你的家人前往安全之处。我只希望你要保护的人平安无恙。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那查封千位阁，御史大夫林修远和王放池联名上书，要求彻查苏雪芙之死。我不得已才请求皇上让我亲自调查，寻求一线生机。既然你早有计划，为何不提前告知我？我有问过你，你会信我吗？宋点心，你愿意信我吗？尤其是把家人作为一份赌注。你有什么值得我去信任的？你真是把我弄糊涂了。我越来越看不清楚你的目的。点心，你从来不是我权衡利弊的选择，而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迷不悟。那这一次，我希望我们是盟友。你会信我吗？看来我们可以相互利用下去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真的杀了你爹娘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杀了你。天地中午，月儿西中。你比我还疯。沈牧司向御史大夫林修远赠画贿赂，还检举您，可知详？你以为我会糊涂到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吗？王都尉，我听你说有人要图谋造反，投靠南路国。大人，怎么了？看来这个王凤池不能留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们走。你以为
我会糊涂到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吗？你确实是糊涂了。王都尉，您没事吧？郑怀安，都尉，是御史大夫让我来的。他说我不动手，他就要我的命。王都尉，你知御史大夫林修远喜好美色，为了巴结他，常供上各地美女。不过你可知，你的夫人也常深夜密会林修远？什么？此时此刻，他正在御史大夫的外宅中。林修远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你这女人，竟敢背叛我！林修远，你不仅过河拆桥，还敢玷污我夫人！我要杀你全家偿命！我抢你女人又如何？老夫一路提拔你这莽夫，让你执掌军权，你却背叛于我。明明是你与沈慕斯勾结。这些年，你不仅残害与你政见相左之人，还私藏兵马，图谋造反，投靠南陆国。如今你怕事迹败露，就要拿我开刀啊！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若不是老夫，你怎么能接触到南陆国那些权贵？这一路你私吞了多少金银财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他们的话都记下来，都记下来。沈默斯，是你设的局。御史大夫林修远、都尉王放石，两人意图谋反，经查证属实。掌柜，一切都尘埃落定。沈慕斯是怎么办的？国师上奏，御史府男子全部充军，女子贬为军妓。告诉他，为了方便一家人互相照顾，充军的和军妓在一个军营就好了。是。玉姐，姐姐答应过你，绝不会让你枉死。此毒12个时辰内将会深入骨髓，让你痛不欲生，暴毙而亡。郑怀安，给你最后1天的时间考虑。我真的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啊！郑怀安若一直不肯招供，你就真的让他毒发身亡？麻药而已，他怕招了也是死，嘴硬，兴许还能多活几天，总得吓唬吓唬他。你把他在千位阁的消息放出去，引狼入室，只会招来更多未知的麻烦。不是还有你这个可以利用的人吗？我们各取所需。各取所需。那我想要的，你也会给我？
神木寺，我之前信任过太多的人，但最后只落得个万劫不复的下场。你是神木寺，也是海阴国的权臣，你我之间都有太多不能说的秘密。那就忘掉这一切。你只是千尾阁的掌柜，而我只是一个爱慕你的人。掌柜，不好了，千尾阁被禁卫军给包围了。与我无关。梁公公，这是送点心。众人皆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民女送点心，当街强抢驸马离奇，不成体统，惹是生非。但念送点心过往屡立战功，将功折罪，恕罪不罚，钦此。姐姐，本宫终于见到你了。智取天河谷，孤身守边塞，在本宫心中，你就是最厉害的将军。承蒙公主夸奖，如今点心只是这千位阁的小掌柜罢了。那也是最漂亮的掌柜。姐姐，本宫住哪间房？公主要住在这里。父皇说了，让本宫与九皇子培养感情，大婚之事一切由本宫做主。今日本宫就在这千位阁住下了。好，那公主等我安排。元宵，给公主备一间雅房，守好郑淮安。是，九皇子，你可得好好表现。皇上叫你跟公主多联络感情。国师大人，你可真是聒噪，怪不得姐姐要与你退婚。你还在这干嘛？你别多想，你只是本宫来找姐姐的一个理由罢了。还愣着干嘛？都退下吧。男人真是麻烦。哎，姐姐，听说这宫外新奇玩意儿颇多，在宫里整日循规蹈矩的，都快把本宫给闷坏了。那公主想玩什么？全凭姐姐做主。好。姐姐是要带本宫看星星吗？是刘莹。
斯哥哥，小点心，你又翻墙。翻墙是为了给你看个好玩意儿。我今日功课还未完成，我没工夫陪你玩。看好啦。片片流萤点缀书窗。我听说啊，对着流萤许一个愿望，愿望就会实现。但愿以后天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无穷无尽。求求啦！这个傻丫头，怎么能傻得那么可爱？洋洋人间蓦然相望，但愿此生不负我心所想，这一世陪在你身旁。幼稚！哎呀，慕斯哥哥，看流萤。点心，愿你所有愿望都能如愿而至。姐姐，你是如何得知本宫喜欢流萤的？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听闻公主常吟这首诗，还喜爱夜间发亮之物。本宫母妃还活着时，她的庭院里也有许多这样的流萤。本宫都忘了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过这样好看的流萤。公主喜欢，可带回宫中。流萤的一生，存活短则数日，长则半月。她本该无忧无虑的在这个小院里面飞舞，何须因为本宫的一己之私，将她短暂的一生困死在这牢笼里？只要公主愿意，可以随时来千位阁。孙点心，本宫决定了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就结为异姓姐妹，以后你就是本宫的姐姐。不，我和您身份有别，请您收回您的话。不，你这个姐姐，我认定了。深夜独酌，你还有这等雅兴？今晚夜色正好，为何不与我共赏这良辰美景？
无论离奇是不是驸马，他都应该离开了。来者皆是客，况且离奇也算是我的朋友。那你可知，可颂公主为何执意要留在千位阁？可颂公主心思单纯，只是贪玩而已。不必了。拿出你祸害我的劲头来，不要光怀疑我，也怀疑你身边的其他人。我祸害你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掌柜！公主。一刀毙命，伤口极小，是特殊武器，海阴国并未见过。没有中毒迹象，也无任何挣扎和拉扯。我检查过门锁，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，而且这个房间就只有这一个出口。你是何时去查的房？1个时辰前。1个时辰。元宵，命令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千位阁。姐姐，这人是谁啊？启禀公主，此人是都尉王放池的副尉郑怀安。皇上命我查案，郑怀安是关键人物，所以我将他扣押在千位阁，方便审问。哎，公主殿下实在……站那！我……这有枚玉佩，定是凶手在作案时不慎遗落下的。这枚玉佩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国师大人，这是你的玉佩吧？是我的玉佩，不知何时落在此处。国师大人，这句话应该本宫问你吧？掌柜，千位阁的所有伙计都在一个房内休息，所有人皆可作证。这么说，只剩下我们了。请各位轮流讲述1个时辰前的去向。本宫在屋内歇息，姐姐还给本宫喂过汤药。国师大人，你1个时辰前在干嘛？今晚月色撩人，我在院中独酌。姐姐你呢？我……点心与我在一起。这么说，姐姐离开本宫房间后，一直与九皇子在一起。他们2人为何都在撒谎？九皇子近日睡眠前，我有一种特制的安神香，去给他点香了。倒是国师大人，可有人见过你在庭院？喝得太伤心，忘了。那就是无人证明，并且你的玉佩出现在房间，你很难洗脱嫌疑。宋点心，你怀疑我仅凭一枚玉佩？那枚玉佩难道不是国师大人最珍惜之物？为何会遗失？确实是珍惜之物，不过若有人栽赃于我，也不是难事。沈木寺
只有你的行踪无人证明。宋掌柜，还有一人未问，难道你想包庇他？还有谁？元宵，你本应该守在门外，为何离开？我确实应该在门外，但我听到窗外有异响，就去查看了一下。可有人看到你？这么说，元宵也有杀人嫌疑？我怎么可能啊！掌柜，我真的就是去查看了一下。宋点心，你是不是应该一视同仁？元宵确有嫌疑。哎呀，这说不定啊，这就是外来的刺客。其实此人根本就不在我等之中啊！哎呀，公主殿下，咱别再瞎折腾了。您是千金之躯，这万一有个闪失，老奴可吃罪不起呀！不如咱们快回宫去吧。好，所有人不得离开千位阁。这么好玩的事情，本宫当然要在场。全凭姐姐指挥。夜已深，大家先好好休息。元宵和沈慕斯关到一处。至于凶手究竟是谁，疑点颇多，明日再议。掌柜，这真是天大的误会，我没有理由去杀了郑怀安。我让你与他住在一间，是让你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我明白了，放心，我一定盯紧他。为何撒谎？这件事你怀疑是我做的？你这么一个爱干净的人，怎么会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？泼脏水不怕，点心信我就好了。一刀毙命，伤口极小，是特殊武器，海英国并未见过。说吧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既然要引狼入室，事情越乱，就越能让真凶放松戒备，露出马脚。把事情搅乱的是你。你真的去给黎姐点香了？你说呢？我说，点心当时正在与一名爱慕她的男子花前月下。我现在敢肯定你变了，变得油腔滑调的，都跟谁学的？跟一位友人，你很快就能见到他。他是谁？你这么在意？元宵快醒了，快回屋吧。好。离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与沈慕斯虽相识不久，但他不太像是会下杀手之人，所以特地前来查线索。昨晚夜深，还没来得及问你，案发时你我并未在一处，为什么要撒谎？我这么说，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你查案。你若没有证人，这案子岂不是更不好办了？所以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在房间休息，但无人证明。你信吗？恕我直言，你现在的举动确实让人生疑。你怀疑的很有道理。我刚才查看了致命伤口，伤口三面呈现菱形。
听闻南陆国有一种名为三棱刺刀的兵器，在兵器冶炼时会加入砒霜，再用白磷保护刀体。刀本无毒，但长时间使用磨损，砒霜裸露便会致命。你那把刀也是如此吧？我母亲让我随身携带，看来要更加珍惜。这里先交给我吧。那就不打扰了。离奇到底是在找什么？看来，凶手是冲着郑怀安这血书上的内容来的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引诱凶手来寻这血书。长官，国师大人不见了！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，他到底是做贼心虚逃跑了，还是让人抓走了？长官，都怪我不好，怎么就睡着了呢？没看好人。元宵，保护好千位阁，我去找沈木斯。您放心。姐姐，你准备出去了？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。本宫发现九皇子古古怪怪的，刚刚他在你房门口偷听，见到本宫一来，掉头就走。我知道了。刚刚人多，本宫使劲憋着没敢说，现下说出来，师傅多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公主慢走。离奇，
没想到真的是你。设计我？你为什么要拿血书？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殿心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如果你没有杀人，最好把这一切解释清楚。甄嬛安死前，我见过他。如果你没有杀人，那你最好解释清楚。甄嬛安死前，我见过他。九皇子，只要你肯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保证可以还你自由。我听到你们说他留下了血书，怀疑他将秘密写在了血书上。离奇说，他想用这个秘密去见皇上，以换取他的自由。本宫险些与敌国刺客成婚，还好姐姐发现的及时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离奇已经被扣押在屋，稍后我便向皇上禀报。宋点心，你携我来千位阁，许诺庇护我返回南陆国，兑现承诺之际，你却把我当做一枚弃子。只怪你愚蠢，会相信我说的话。离奇，你今天绝对走不出千位阁。去死吧！哎呀，公主殿下呀，危险呐！你别去呀！公主殿下，不是这，公主殿下，你快走啊！有老奴在呢，你快走！九皇子，您不必激动啊，可以把刀先放下。老奴一定在陛下面前为您求情的。如此一来，当然了，脸公公，因为你和我一样是南陆国人，理应帮我才对。哎呀，九皇子，您说笑了。您即便是要逃走，也大可不必往我身上泼脏水呀。甄嬛死的那夜，我亲眼看见你用杯盏泡第一杯茶。我们南陆国人泡茶，会将泡好的手杯茶倒入杯盏，水撞击杯盏发出悦耳之声，是吉祥的象征。怎么，单凭此一个动作，您就能确认我的身份？我不用跟你废话，你只需告诉你主子，东西我拿到了。他若不想暴露身份，就安全护送我离开海阴国。哎呀，既然话都说到这般地步了，我又有什么可隐瞒的呢？啊，九皇子殿下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的确，绝对不能暴露。不如这样，九皇子殿下，老奴现在呀，就送你上路。梁公公，梁公公，
原来你们所有人一起骗我！是这是姐姐！公主殿下！公主殿下，快走啊！根本就没有什么滔天的秘密，这从头至尾都是你们设的一个局。为了得知到底是谁让郑怀安闭的嘴，确实有秘密。待郑怀安完全脱身之后才会告诉我，我还未行动，人就被你杀了。你跟随本宫多年，本宫如此信任你，你怎么敢？公主殿下，你可是老奴看着长大的，你到底是谁？说！好，我说，其实我本不姓梁，我的真名叫朵甘丝，也是南陆国人。宋点心，你可知当年正是你的父亲亲自领兵攻打我南陆国，害得我全家上下家破人亡。我原本应该随他们一起共赴黄泉，可我不甘心，我要报仇。于是，我费尽千辛万苦，来到这海银国，还入了宫，做了太监。至于那郑怀安，本是为我做事之人。梁公公，你若不救我，我就把你干的所有的勾当都告诉宋点心。要死，一起死啊！怀安呐，又跟那儿瞎琢磨，干爹怎么会见死不救呢？要知道，你我现如今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放心吧，啊，来，地上凉，先起来再说。苏雪芙、林修远、王放池、郑怀安，怎么可能是替你办事之人？你背后的主子到底是谁？说！今天的人到的是真齐呀！好，那么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给我陪葬！宋点心。别看，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监梁喜乃南陆国细作，死不足惜。南陆国九皇子离奇将功补过，免除责罚。姐姐，没想到自幼陪我长大的公公，竟然是敌国的细作。本宫眼下没有心思干任何事了，我以后再来找你玩吧。随时欢迎。九皇子，啊，你与本宫的婚事就到此为止吧。你这个人太麻烦了，我不喜欢麻烦的事，麻烦的人。姐姐，我真的走了。千位阁随时都欢迎你。嗯。所有的线索又都断了。海银国的梁公公，在南陆国叫朵干丝。看来这些名字背后，也许都有副新面孔。掌柜，掌柜，不好了！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宋老将军出征了。就是这一战归来，我被扣上了和离奇勾结之罪，将军府被判通敌叛国，难奔超斩。这时，郑怀安虽死，但恐怕幕后主使还会派其他人混入军中，我绝不能让敌重蹈我上一世的覆辙。宋老将军卯时就已经出发了。我爹出征之时，你可知？近日南陆国战事频繁，我多次向皇上请旨。宋老将军年事已高，但他主动请命出征。放心，我已经嘱咐好傅家，定会保护好他的安全。多谢。殿下，离奇是时候该离开了。我相信他不会害我的。况且，他自小离开南陆国，作为质子囚禁于此，我与他素无瓜葛，他没有要害我的理由。你为何如此笃定啊？史穆斯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你将一个南陆国质子放在身边，只会引起无休止的问题。爹，军中可能会有南陆国奸细，定要小心。女儿等你回家。天霄，
把这封信用最快的速度交给我爹，让他看完之后立刻销毁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掌柜放心。点心。点心。你这几日食欲不太好，我去外面买了山楂糕，尝尝。我吃不下。我知道，你为你爹的事担心，但首先要照顾好自己。点心。李琦是时候该离开了。那日，你可曾真的想过，为了得到那个滔天的秘密，就去帮郑怀安脱身？我说是，或者不是，你便会信我吗？我与你联手，也并非毫无保留。我亦有秘密隐瞒于你，但我相信。你不会害我，点心。感谢你的坦诚。神木司对我有很深的敌意，说我与他真起冲突，你会选择站在谁那边？谁都不会影响我的判断。点心，喝点粥。国师总是出现的不合时宜。看来这熬了一夜的粥，还是我自己喝吧。史穆斯。我等会儿再喝。好。长官，可等到了元宵？没有。哎，是爹的笔迹，但爹寄信习惯用火漆印，这封信却没有，是有人刻意引我过去。不行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你继续在城门等元宵。是。谁派你们来的？上面交代了，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。这催情药有麻痹内力的效果，她可是个女将军，大家痛快痛快吧！
追！要回千位阁的路上，找到之后立刻杀了。日头，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急冲冲的出门，就跟过来了。你也不怕被抓住？有你个女将军保护，怕什么？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怕是保护不了你了。后山有间我的别院，走。山中湿寒，马上就暖和了。你应该中了迷幻药，好好睡一觉。天心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是哪受伤了吗？别碰我！他们给你下了催情药。没想到这个药效如此难以克制。我上次给你下了3倍的药量，你是如何忍住的？因为那个人不是你。你想让我停下来吗？现在是我停不下来了。洪流不出微雨，叹宿命轮回里。半盏人间酒饮，欢朝夕红尘里。半卷流年事再续，不停笔前诗意。那一剑穿心也断情，那一天飞雪人间寻。那是擦肩过的一瞬，足够我刻骨一生。此别在回忆无期，心上续恨你。像那闲云野鹤山间一曲，思念触手可及。我只要今生续一场相依，不要如往昔之间为敌。
我心和长堤支离破碎且人情。有留影。我听说对着刘盈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。小时候你说过，只要对着刘盈许愿，就会实现。但愿爹能够平安归来。你许了什么心愿啊？我许的愿望，就是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。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像爹希望的那样，继续当将军，保护国家，保护家人。我会像现在一样，只爱一个女子，和她一起看流萤，和她一起看满天繁星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陪在她身边，护她一生平安。如若背叛，凡所喜皆会成痛，凡所乐皆会成苦。还不够。如果这最终的结局是一场炼狱，我会把你高高托起，远离那些苦难。我信。你是我最深的想，最值得忘，最显得长，便许下虔诚愿望，呼一抹荧光，宿命如剑出鞘，最无常。现在你的心里可否有我？此时此刻，有。你是我最深的想，最值得忘，最显得长。我甘愿执迷不放，呼一抹荧光。宿命如剑出鞘，最无常，却斩不断过往。携手余生，情深一忘。点心，袁绍受了重伤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在将军营找苏出以南路国来往的信件，袁绍带回来份苏老将军的亲笔信，要亲自交给我爹怎么样了？令尊自缢身亡了。袁绍，掌柜，对不起，我赶到的时候，苏老将军已经，这是副将被抓之前偷偷塞给我的。
点心，你记住，只要有爹爹在，以后什么都不用怕。嗯。饿了吧？走。巫女点心，你自小如你娘，颇有主见。你向为父下跪那日，为父并不是真心想要将你逐出家门，只是为父明白，你退了婚约，开了千位阁，定有你的道理。丫头，大胆的去做你想做的，无论到什么地步，一切都有爹在。尽管为父一生征战沙场，但这一次却有不祥预感。若为父出事，我只希望你放下报仇的念头，立成隐居，平安度过余生。这是为父对你唯一的期许。重活一世，我明明已经知道会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明明已经离开了朝堂，我明明为了守护家人与家族决裂，到底为什么依旧落得如此地步？皇上，宋典心是您御赐之婚，若他因是宋氏后人而被定罪，那我也应该被关入大牢。胡闹！你身为一国国师，怎可拿儿女之情来威胁朕？夫妻生则同姓，死则同血。宋典心若死，臣请皇上赐臣死罪。我家老爷不可能造反的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快点儿！任何人都不准带走。宋典心，皇上有旨，满门抄斩，株连9族，就算是已经被逐出家门的，也不能例外。把他抓起来！我可谁敢？典心，我宋家世代为武将，为国征战疆场。到了我这一辈，纵然是女儿身，也不惧冲锋陷阵。我爹这一生征战南陆国，立下战功赫赫，他绝不可能叛国投敌，更不会背弃先祖遗愿。若有人陷害我爹，却无人替他查清真相，那么今日我们宋家的下场，就是你们将士未来的命运。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民女宋典心因国师沈牧司恳请宽宥，特赦其连坐之罪。国师沈牧司德行有失，由正一品降为从一品。钦此。典心，我们回去。你在这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跟我回去。你父亲不会想看到你这样的。
民女宋点心因国师沈慕斯恳请宽宥，特赦其连坐之罪。国师沈慕斯德行有失，由正一品降为从一品，钦此。这是什么？我此生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让这上面的每一个人都血债血偿。沈慕斯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明日，请你离开千位阁。现在我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。这些日子，我从未对你心动过，所以你也无需再将心思放在我身上。天仙，不行，我要为我爹复仇，没有时间与你纠缠。每多一分牵绊，我便多一分束缚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便是陌路人，请你离开。宋点心，如若违背，凡所喜，皆会成痛；凡所乐，皆会成苦。够了！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，我根本不会落得今日的处境。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，请你离开。听不懂吗？好，我不比你。要走的路，绝无退路。你拿自己的前程和性命与我作伴，我怎么可能将你牵扯进来？
造的我爹与南陆国往来的那些信件，应当与这封信都是出自一人之手。上面的字迹当时被我无意中抹开了，所以这封信应该是当时刚写完。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。元宵，去找到善于模仿笔记的人，我会想办法找到那个送信的孩子。是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便是陌路人，请你离开。宋典信，如若违背，凡所喜，皆会成痛；凡所乐，皆会成苦。够了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，请你离开。哎呀，掌柜别看了，听闻国师一夜多未回府，此刻可能还跟那个花魁在逍遥快活呢。你还……我错了，我立马去找人。点心，你要出门？我去找个人。我陪你一起。要是之后再想起什么来，随时来找我。这女孩虽然听得见，但说不了话，也不认字。而我们现在唯一能知道的，便是让她送信之人是个男子。多谢。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有家人吗？跟我回千位阁可好？那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？如果再见到给你信之人，就来千位阁寻我。记住，只要你愿意，千位阁永远是你的家。我一定会让你温饱无忧。点心，那夜我已与你说清楚了，你我已是陌路人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插手我的事情。国师，我们要回去了，就不要再叨扰了。国师日日与花魁作伴，还想得起我这个千位阁的小掌柜吗？点心，我不会再让你把我推开。掌柜，我刚打听到城里来了个游士，这位游士在花满楼与花魁饮酒作乐时，酒醉兴起，便展现了模仿字迹这门绝活。既然花魁见过这游士，我们便可找他寻找线索。这家伙喝多了，便拿剑要杀了花魁，花魁吓得连夜出了城。不过，我听说国师与花魁很熟，
我们要不要去找他？不用，去花满楼。这就是花魁。小女洛苏，久闻不如一见，很高兴见到宋掌柜。你认识我？总听沈国师提到你。看来姑娘与国师很是亲近呢，怪不得国师离开这千味阁。听闻千味阁金屋藏娇，想必是九皇子殿下吧？小女为您请安。二位前来，到底有何事？洛苏知晓尤氏的模样，我怕她有危险，所以将她带到千味阁，不仅是希望得到你的庇护，还希望她可以帮助你寻到要找之人。你放心，千味阁定能护得住你。洛苏再次谢过宋掌柜。已经按照陆姑娘的描述画好了画像，全城搜捕，尽快找到此人。是。你想干嘛？想见你吗？国师大人夜夜笙歌，万花丛中过。我一个千味阁的小掌柜，有什么好见的？你对我的行踪这么了解？我曾经受过洛苏的帮助，所以与他相识。与我无关。国师大人若是无事，就请回吧。既然洛苏是我带来的，他留多久，我便在这里住多久。今天大家聚在这里，一是欢迎洛苏，二是感谢他愿意作画，帮忙寻人。这段时就要麻烦宋掌柜了。论年纪，我应该比宋掌柜大一些，不知可否叫你一声妹妹？当然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这是我亲手做的黄米糕，洛苏姐姐尝尝。他吃黄米糕会起红疹。哼。我有一事，想向洛姑娘请教。男子该如何讨得心爱女子的欢心？说到讨人欢心，不论男女，都得靠一样：真心。真心假意，不是那么容易辨别吧？自有办法。望、闻、问、切，我来向妹妹展示一下。所谓望，就是四目相对，深情与之对视；闻，就是寻觅对方身上的气息，感知对方释放的信息；问，就是通过询问得知对方真实的想法，就好比这样。沈慕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点心知道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切。所谓切，就是触摸。点心妹妹，你是不是喜欢沈慕斯啊？所谓切，就是触摸。点心妹妹，你是不是喜欢沈慕斯啊？通常这个时候啊，都会否认不回答。
看吧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可以猜到对方的心思。点心妹妹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主动的。我向来主动，更以真心待人，但是又害怕太过主动，让自己心爱的女子生厌，却又显得虚情假意。沈国师离开千位阁多日，真是长进不少。肯定是有心上之人多有调教，这么快学会了说情话的本领。确实，我早已有心上之人。若真心对待心爱之人，时间会让你知道，谁是真心待你，谁是戴着面具欺骗。若是真心爱他，必会坦诚相待，跟时间有什么关系？看来，不管这两人谁会赢，妹妹一定是赢家。今日谢谢妹妹的款待，洛苏敬大家一杯。定心，明日别院见面，我想和你好好聊聊。我会一直等你。如果这最终的结局是一场炼狱，我会把你高高托起，远离这些苦难。我信。他不会还在等吧？什么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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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袭击了我。先走再说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我终于挡下了射向你的箭。月宵，月宵，快去见太医。好。怎么样了？国师中的毒极深，已经用了最好的药物治疗。要是这2日他身上的热症能退掉的话，就有可能会醒来。有劳太医。都怪我过去的太晚，我就应该早点去的，他就不会出事了。天心，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什么
你去休息吧，我来守着。帮我去告诉元宵，一定要找到袭击之人。啊，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我去做点吃的。为什么？你没有一丝犹豫。世人皆困于漩涡中寻求自救，你却为了我不顾自己的安危。子轩，死人是没办法还债的，你还欠着债呢。我会像现在一样，只爱一个女子，和她一起看流萤，和她一起看满天繁星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陪在她身边，护她一生平安。如若背叛，凡所喜皆会成痛，凡所乐皆会成苦。点心，你从来不是我权衡利弊的选择，而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迷不悟。如果这最终的结局是一场炼狱，我会把你高高托起，远离那些苦难。这些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活下去。什么死？我给过你机会让你离开，你竟然选择留下，那你此生只能与我一人纠缠到底。明知深陷尘埃，也与你并肩相待。纵使漫长风雨满山雪，无惧世界的永恒爱。回眸之际，你纸伞而来。九皇子，你不进去吗？这屋子怕是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你这是一直守着我，守了一夜是吗？热度终于退下去一些了。
如果每天醒来就能看到你，该多好。你醒了，妹妹，她醒了。你终于肯醒过来了。真的没事了。无碍。谢谢你，神木寺，又救了我一次。我终于挡下了射向你的箭。不过你说，你终于挡下了射向我的箭，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想起上一次你差点被箭射伤的时候。你线索查得怎么样了？这件事疑点颇多，我也不想闹得满城风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。以后颇多变数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谁跟你我们？好好养你的伤吧，这些事情我一个人就行了。当然是我们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弄点东西。扯到伤口了。宋天心，既然我选择了留下来，那我此生便只与你一人纠缠。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就够了。掌柜，根据别院周围发现的脚印推测，应该是个男子，不过还没有什么线索。这2天离奇人呢？估计见您专宠国师，吃醋了吧？油嘴滑舌。点心妹妹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啰嗦姐姐，妹妹，这些糕点是我专门买来向你赔罪的。啊，姐姐客气了。上次的事情怕你误会，其实我与沈慕斯只是友人。我与他自小相识，倒是从未听他提起过。沈慕斯来花马楼办事，我们因此而结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沈大人向来秉公办事，某天开始突然向我讨教起如何讨姑娘的芳心。头一次听说堂堂国师大人还会需要跟人讨教如何哄人高兴，说出来让人耻笑。那妹妹以为国师大人想哄的姑娘是何人呢？妹妹，其实姐姐很是羡慕你。你自小有家人的庇护，现如今又有这样一个人爱你、护你。女子有了富族或夫家的庇护，总是要安稳一些。为何女子只能依靠富族或者夫家？我相信，女子也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。
什么？你没事吧？这小丫头一看就一整天没吃东西了。黄米糕是糯米所制，不易消化，不如吃块栗子糕吧。还是姐姐想得周到。姐姐看起来有些伤心。看到她，就让我想起了过去。我曾经也有一个妹妹，只是当时家中贫寒，妹妹生了重病，无钱医治。后来，她独自外出走失了，至今也未找回。你还记得她有何特征？我帮你一起找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应该是找不到了。点心妹妹，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掌柜，公主到了。国师受伤细节并未让外人知晓。公主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本宫听闻国师受了重伤，担心姐姐也受伤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见到姐姐安然无恙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没事，多谢公主关心。该不会又发生什么惨案了吧？可别瞒着本宫。啊，没什么事，就是国师外出时不小心被猎户误伤了。公主，你要去看看他吗？哦，本宫看什么国师啊？只要姐姐好好的，其他人受伤与本宫有何干系？我相信姐姐也不会担心她的。你笑什么？公主殿下晚安。小女笑是因为最近掌柜每日陪伴在国师大人身边，悉心照料，比他自己生病还要担心呢。啊，姐姐，你不是退婚不嫁国师了吗？改主意了？公主您误会了，国师是在千位阁受的伤，我作为掌柜定要尽心照顾。那没事了。本宫这回是偷偷溜出来的，得赶紧回去了。这补品算了，放下吧。姐姐，我走啦。公主慢走。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怎么到你这里，变成了被猎户所伤？此事蹊跷，不便让外人知道。而且，梅昌户你被狗咬已经便宜你了。谁是狗？元宵，
长官，已经有游氏的消息了，目前发现了3处可疑住处，立刻出发。我陪你去吧。万一你有出事，你这旧伤未好，出事了也救不了点心。点心，还是我陪你同去吧。万一出事，我这国师的身份也能一用。再说，九皇子若是出了意外，我和点心就太过意不去了。这样，我带一队，元宵带一队，你俩一队，现在出发。啊！长官，你和国师谈情说爱能不能收敛点，不要那么明目张胆，我看了都会脸红，更何况九皇子。别废话，赶紧找人。你虽受伤，清力却丝毫不减少，不仅跟花魁暧昧不清，还对点心穷追不舍。你赖在千位阁不走，不是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进屋的时候看见沈慕斯手中有匕首，但并未看到他用匕首杀人。他无故离开，单独行动，难道不是早有预谋？沈慕斯如果真的犯了事，大理寺自会抓去问话。我相信，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。点心。他自己都无从辩解，你竟信他，却不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实。国师也没有杀人的理由啊。他目的是何？我不晓得，但是，你难道不是因为他受伤，才对他卸下防备的吗？李启，我知道你的顾虑，等我调查清楚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不用给我交代，你非要信他，我又怎能左右？说吧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死者不是仿造自己的人。我进屋时，人已经死。死者的掌心有后茧，长期握笔的人应该是中之友，所以死者不是长期握笔的人。死者与画像一致，我们应当没有找错人。这个消息是洛苏提供的，会不会问题出在他身上？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奇怪，那日我醒来时，洛苏出现在我的床前，我一向对血腥之味很敏感。
你醒了。那天我隐约在他身上闻到了血腥之味，但当时我以为那是我的伤口。我可以理解你不说实情，但是你为何连辩解都没有啊？有你在，我知道你会护我，所以我有什么好跟他们浪费口舌的呢？你若是以后还敢这样，我可不为你浪费口舌。一切都听从你的安排。不过，千位阁似乎没有像之前一样风平浪静。定要注意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底牌，包括利器。底牌究竟是什么？你是幕后主使者，没想到你藏得如此之深。蔷薇阁一定还有你的人，是谁？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凭他的聪明，应该发现了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你见到让你给我送信之人了？收拾一下，我们赶紧走。你去里面的屋子慢慢吃吧。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将伤口掩饰得很好，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黄米糕。啰嗦姐姐，尝尝，你吃黄米糕会长红疹，那日你拦着没让盼儿吃。黄米糕是糯米所制，不易消化，不如吃块栗子糕吧。我猜，你们是认识的。你曾说过，你有个妹妹，就是她吧？你的目标一直是我。明日别院见面。你偷听到我与沈慕斯的对话，提前埋伏在木屋。行动失败之后，
为了避免我们深入调查，伪造假尤氏死亡，做成了个死扣。但你没有想到，那双没有握过笔杆子的手，反而引起了我们对你的怀疑。沈慕斯为你挡的那一劫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很羡慕，因为有这么一个人愿意为你而死。但同时，我也很遗憾，因为我可能失去我唯一的朋友。朋友这么久，难道你接近我也是有目的？沈慕斯，你觉得在花满楼，真的会有人愿意付出真心吗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我？因为我要活着。你那日说，你的妹妹丢了，丢的不是你妹妹，而是你的爹娘吧？你怎么猜到的？如果是你的妹妹，你大可将她带走。但你既然听从命令，那只能说明你的爹娘在对方手中。我只有听话，我的亲人才不会死。你就那么相信背后之人？宋点心，你曾说，女子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为何女子只能依靠富族或者夫家？我相信，女子也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。你成为将军，拒绝赐婚，还开了千位阁。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，从出生起我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你们在生活，而我们只是活着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宋点心也没有选择。他被迫替父出征，在战场上厮杀，随时可能丢了性命。他拼死保卫国家，就是为了百姓能够过上太平的日子。即便他付出这么多努力，将军府仍被斩抄。对他而言，活着何尝不是一种万幸？我们都在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家人，你有你的困境，我也有我的牢笼。但我相信，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，都是真心的。罗素姐姐，你相信我，跟我合作。只要你帮我保住妹妹、爹娘的性命，我就帮你引出我上面的人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就是最好的诱饵。袁大婶儿，哎，姑娘来啦！以后就有劳二位了，请好好照顾她。好的，我们会照顾好她的。现在你就有家了，去吧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哟，长得这么高啊，真好。姐姐，你居然会说话！潘儿，你这个小骗子！我姐姐说，当我有家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交给你。
爹的自己一样，这才是写那封伪造信之人。绿花配红叶，画那幅铁海棠的游士寻得怎么样了？那名游士云游四方，目前还没有查到他的行踪。不过他画的那幅画，红叶配绿花，红叶是什么红？坐好。明晚有灯会，去不去？游士都还没有找到，哪有心思去玩啊？去不去？好啦，懂什么呀？对了，此次前去，安全最重要，听到了吗？你就放心吧。不放心，除非……江山美人梦，女将军得去醉梦苑。国师大人誓死守清北，快来买，快来看呐！快买快买！女将军和国师大人，好喜欢啊！美人俊才包你满意，还有戏本哦，只要20回去看吧。好啊好啊。这倒挺像你帮我处理伤口的样子。女将军和国师大人的爱恨就……这是你画的？你管谁画的？要买就买，不买走开！我这要买的人可多着呢。你到底谁呀？我是千味阁的掌柜送点心，旁边这位是国师大人。看你这模样也不像是会作画之人，到底是谁给你的？说。是一个男的，我们约好每隔7天见一次面，我就负责售卖2、8分。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下一次何时给画本？明兰。这画本中的诸多内容，分明就是根据我们的真实经历所画。究竟是何人会对我们的私事了解得如此细致，而且还有续本？但他这么做，到底目的是什么？元宵，啊，盯紧小份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画师。是，我马上去。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？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我可没有能力绘制这画本。再说了，点心，这本上画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吧？当然是假的。九皇子，你要不要学习一下如何和姑娘谈情说爱？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还给我！
来问您考虑的如何了。李奇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跟踪我？我只是出来走走。九皇子你，偷偷摸摸的在跟谁说话？我不过是吩咐人办点事儿而已。倒是你，有什么资格质疑我？点心一直把你当挚友，不要让我知道，你会做出让他伤心之事。我与点心之间的事，无需国师指手画脚。九皇子，别做令人怀疑的事情，安安静静的待着，才能保命。国师，有闲心跟踪我，不如多做些国师本分之事。有画师的消息了。画师还没找到，不过这2天我调查到另一件奇怪的事情。什么事？这几日，驻守在各地的高官权贵纷纷来了城里。这是我抄录的名字。这不是我名单上的名字吗？只有这个人没有出现在元宵的名单上。我怀疑，这上面的人已经被有心之人知道了。有谁能看得到这些？除了我，只有你们2个。掌柜，我相信你们。元宵，你自小家破人亡，跟着我南征北战，忠心耿耿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画本和名单上的人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出现的，要不先找到画师，看看是不是同一拨人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说得对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画师。画本是我做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整天忙着谈情说爱，咱们千味阁都入不敷出了。最近城里流行爱情画本，我想着写一个缠绵悱恻的画本，赚点小钱。但没想到这个画本居然风靡全城了，够咱们千味阁半年的收入了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要画我跟沈慕斯啊？你和国师整天缠绵悱恻的，这不正好作为素材吗？而且大家都爱看英勇善战的女将军和腹黑深情的国师大人。必须给我把这些画本全都找回来，一本都不许少，听懂了没？是。你们这画本太不成体统了！你看，这配色都不对。哎，哪里不对了？你看，胡说八道你！哎，老板，等，这配色哪里有问题啊？你找麻烦是吧？你瞧瞧，这花的颜色都不对，竟然是绿色。你看啊，这明明就是红花，这叶子才叫绿色。你胡说！明明你这花就是绿色。不是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红花。这个明明就是绿花。他叫华无心，善于模仿自己，应该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尤氏。不过真实身份还在调查。这么说，我们还得多谢你的画本找出华无心了。掌柜，这不是多亏了我这个副将吗？你看，要是没有我这个画本，怎么会引出这背后之人呢？我这也算是戴罪立功了。
滚！我们正愁找不到他，如今他却自己送上门来，这就是个圈套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李琦最近行踪诡异，与一男子频繁密会，我怀疑近期的事与他有关。我们彼此都是有秘密的人，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的。你怎么会那么固执？掌柜，花无心来千位阁了，不只是他，名单上剩下的人都来了。立刻关店，今日不接待任何客人。照样迎客。你尚未弄清楚他们的来意，贸然迎客太过草率。若我打仗也像你这般优柔寡断，早就已经马革裹尸。元宵，让伙计们准备迎客。如果这是个陷阱，你做这个决定只是自投罗网。这样更好。既然他们都来了，我就能找到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了。信，你不知道，上一世李琦根本没死，他平安返回了南陆国，间接害死了你和你的家人。神木寺，我知道你担心之事，但我不能让唯一的线索从我手中溜走。只有他没有名字。感谢宋掌柜的邀请。我邀请了你。听闻你不仅善于制画，更善于模仿字迹。不才，正是鄙人。主子让我给你带句话。公主说，让你好好珍惜今晚最后的时光。都别动！都死了！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杀人行凶！来人，将宋典钦给我缉拿归案！大人，这些人虽是在千位阁遇害，但并非是民女所为，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将罪名安在民女头上？证据确凿，我只管抓人，是冤是罪，大理寺说去。带走！住手！这些人的死跟宋典钦没有关系。
国师大人，我们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不把人带走，下官也不好跟上面交代。我跟你们回去。殿下，是非黑白，我相信大理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千位阁下毒的厨子咬舌自尽，留下一封信，说是你指使他下毒的。画师华无心就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人。南陆国的正四品都尉陈瑞阳，他身上也有一封你的亲笔信，内容是：今晚来千位阁，有重要之事详谈。大理寺应该会把你交出去，一切争端。陈瑞阳，他死前说，公主殿下让我给你带句话，珍惜今晚最后的时间。你怀疑可颂公主？背后之人，或许是在混淆视线。但我保证，还有一个人一定脱不了干系。谁？李琦，我已经在查他。不会是他的。宋典心，你再执迷不悟，真的会死。我已经安排人此时接你出去，在我找到证据之前，你不要出现。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如果我的命运终将被推向死亡，那我也必要杀出一条活路。现在名单上的人全死了，我已经没有其他线索了，这就是个死局。沈木子，你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了。在我还没有找到破局的方法之前，我不能再把无关之人也牵连进来。那离奇呢？你为什么反复抓着离奇不放？因为他上一世根本没有死。上一世，城墙甬道的血，是我见过最凄惨的血。上一世，我看着你死在我面前；这一世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所以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也是重生的？从你不再追着我叫我慕斯哥哥，从你的眼里满是仇恨，从你带着棺材来退婚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点心，好久不见。点心，你望着我的眼神，跟上一世你中箭时的眼神一模一样，充满着仇恨和绝望。我知道，你也重生了。点心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上一世李琦根本没有死，他和幕后之人联手，在你战胜还朝之前，通过假死换取了回南陆国的机会，然后还诬陷你通敌叛国。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不管我的方式如何，我对你从未有过欺骗。
国师大人，时间到了。这一场重生，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，甚至影响到了2个国家的命运。生死，我失去了太多，就让我孤零零的来，孤零零的去，谁都不辜负谁。有多大的希冀，就会有多大的伤害。与其这样，不如从未有过。罪人宋点心毒害本朝众多官员、商客，以及南陆国都尉陈瑞阳，将昨夜情况如实交代。想要害我之人，不会错过看我沦落到这般下场。会是谁呢？宋点心，你可知罪？你是幕后主使者，没想到你藏得如此之深。宋公主，南陆国都尉陈瑞阳死于本国，父皇特派本宫来协助审案。姐姐，这些人可是你毒害的？我从未害人，不知罪，也不认罪。这些都是从千位阁搜出来的证据。姐姐，你太让我失望。真的是你毒害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那上面。本宫刚调查清楚，他们个个都是通敌叛国之徒，你就将他们灭口杀害。姐姐，你爹因为通敌叛国被砍头。如今你代替你爹成了南陆国的奸细，你就是这些人的幕后主使。我爹从未勾结外敌，我更不是南陆国的奸细。我可以作证，宋点心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这是从陈瑞阳身上搜出的宋点心的亲笔信，今晚来千位阁，有重要之事详谈。而这封是宋点心写给我的信，你看，2封上面都有宋点心写的签，但字体完全不同。海阴国的签是签，而南陆国的签则多了个人。一个人的习惯难以改变，这分明就是有人栽赃陷害宋点心。国师大人，仅凭这一点恐怕无法服众了。依本宫看，应当将宋点心处死，才能给2国一个交代。姐姐，你不是最喜欢秉公处理的吗？本宫不过是在办案而已。公主，宋点心乃我夫人，若她有罪，我愿押上国师之名，与她罪罚同责。这么说，宋点心被砍头，你也愿意陪葬了？国师大人对姐姐的这份爱真是感天动地呀！杀人偿命，那就将宋点心就地处死吧。
一个人的习惯是无法改变的，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宋点心。仅凭这一点，恐怕无法服众吧。依本宫看，应当将宋点心处死。公主，宋点心乃我夫人，若她有罪，我愿押上国师之名，与她罪罚同责。国师大人，你对姐姐的这份爱真是感天动地。姐姐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我与沈慕斯早已解除婚约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未在一起过，无需罪罚同责。点心，我知你是怕拖累我，但你可知，你无需一人苦苦支撑。杀人偿命，那就将宋点心就地处死吧。等一下！九皇子，看来在千位阁待久了，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最好分清楚自己的立场。我与点心早已有夫妻之实，她将是南陆国未来的王妃。若公主执意要动她，便是煽动两国交战。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看来九皇子对姐姐喜欢得不得了啊。不过，这恐怕是你单方面的说辞吧。这是点心的贴身之物。当时，他将这玉佩作为定情之物，赠予了我。姐姐，两个男人都要保你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九皇子的话，你认吗？九皇子的话，属实。还请公主以大局为重，重新调查宋点心之事。还真是看了一出好戏啊！九皇子都把推动两国交战的罪责扣到我头上了。大理寺卿，按照海银国律法，这种无法确定的案子应当如何处理？禁于府内，直到真相大白。就这么办吧。是。点心，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点心，两世的纠葛，说我每次要纠缠一生，可是现在，你却连生活的机会都不留给我。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干什么？
我们要与千位阁共进退。长官，我们都想留下来陪你度过这次难关。没什么难关，等真相水落石出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等风波过去了，你们回来就是。你们都曾在战场上跟我出生入死。如今千位阁危机四伏，就算你们留下，也无法助力于我。你是我们的将军，我们愿意为你出生入死。是啊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都誓死保卫千位阁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众将听令，在。本将军现在命令你们撤出千位阁，不得做任何无谓的牺牲，听清楚了吗？是。还不走？国师大人，此处已不便你留下，请回府吧。为什么他可以，我却不行？为什么非要与我撇得如此干净？你我之间，是执念也好，余爱也罢，一别两宽，是唯一的结局。点心，魑魅玉佩，物归原主。这玉佩我不想要了，替我扔了吧。沈慕思，从今以后，你我陌路，此生此世，别再纠缠了。你一个南陆国放弃的质子，有什么能力护得住宋点心？我这身份虽有名无权，但等我和点心成亲之后，自然会脱下质子身份，带她远走高飞，过上她想要的生活。宋点心是我的夫人，就算立了碑，那也只能冠以我的夫姓。而你不过是蝇营狗苟的活着，连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。这里是海银国，我是当朝国师。若是被我查到任何有关于你对宋点心做的不利之事，我势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敢，有
离奇有家可回，有处可退。可是什么死？海阴国是你的家，这里有你的父母亲人。将军府已然如此，我不能再因为自己的私心将国师府也拖累进去。虽然你没有向我言明过，但我相信，上一世你绝无害我。掌柜，不好了！我刚打听到朝中有人谏言，要发兵攻打南陆国。是可颂公主吗？可颂公主认定您就是敌国奸细，她觉得您迟早引发战乱，不如现在主动出兵。从苏雪芙、梁公公、洛苏，再到重臣、商客、陈瑞阳，他不会只是为了要将我置于如此处境中。您认为他有其他目的？或许，两国交战才是他的最终目的。不过，一旦陷入战乱，离奇。点心，找我何事？我已让元宵备好了马车，今夜你就离开海阴国。你的想法我知道，海阴国和南陆国眼下局势紧张，我身为质子，自然是深陷漩涡中心。但我不想离开这里。回南陆国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吗？你继续留下就是在等死啊！未交战之前，我这南陆国的九皇子还不会被记起。让我留下来，可以帮到你。九皇子，我看你还在犹豫，主子可没有那么久的耐心，过了明晚就没这个机会了。我曾跟你说过，离奇与一男子密会，刚刚那个人就是他。你亲眼看到的，还敢说他没问题？此事无需你插手。还愿意相信他？难不成信你？从你来千位阁的那天起，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计划好的？在你眼中，我付出的所有真心，全都是计划。难道不是吗？既然你心里早有答案，那我也不再多解释了。离奇的事，我非查清楚不可。从今以后，各走各的路，你我之间不要有任何牵扯。
点心，你醉了，我扶你回去休息吧。你说，人为什么要有秘密？秘密？神木寺有秘密，一直瞒着我，而我也有秘密，一直瞒着所有的人。你想知道我的秘密吗？从我创立千位阁之初，我就担心有人要害我，要在我和我的家族头顶上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。我费尽心力一一铲除可疑之人，没想到我不仅落入了陷阱，还没有守住家人的性命。所有的事情都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那你呢？你有秘密吗？你会不会像沈木思一样，也在骗我？有。我的秘密便是，我不仅想要活着，我还想要回到南陆国，替族人报仇，争夺皇位，让天下百姓不再受战争之苦。可是为了你，我愿意舍弃这个秘密。点心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和我浪迹天涯，逍遥自在？李启，你有你的秘密要守护，我也有我的责任要承担，我是不可能放下一切，与你同行的。不必了，多谢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一直等到你回头，但我等来的是绝望。苏点心，若你心中无我，我做这一切又有何意义？你既已来，是考虑清楚了？宋点心已然逝世，没必要步步紧逼，他折腾不出什么来了。海银国战功赫赫的女将军，我再了解不过，她不可能那么容易认输。这次我绝不会给她翻身的机会。你是海银国公主，为何要做此事？说起来，我也算半个南陆国人。什么？我母亲本是南陆国人，南陆皇族争权夺势，戕害我母族100余条性命。失去至亲之痛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这个理由不充分吗？我虽能理解，但是宋点心
他是无辜的，你何必要拉他下水啊？无辜？如果不是宋典心阻碍，早已对南陆国发动战争。眼下局势你已知晓，两国开战在即，你要记住，我是唯一能够给你自由的人。掌柜，出大事了！南陆国听说你毒杀了他们的重臣，现在扬言要进城斩杀你。现在全城都在传，两国又要打仗。来得这么快，林奇人呢？赶紧备好马车，他不能再留在海阴国了。他一大早就离开了。掌柜，比起他，现在您更危险，咱们赶紧离开吧。元宵，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。是。神木司，既然各走各的路，你又带着棺材来这儿干什么？重逢之时，你说这棺材是你的嫁妆，如今我带着它来娶你。宋点心，我今日就是来娶你的。怕是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。我宋点心，此生此世，绝不会嫁给你沈木司。嫁与不嫁，你说了不算。跟你有婚约的，是海银国的大将军宋点心。你要娶，就去娶他吧。民女宋点心跟这桩婚约没有半点关系。点心，你若与我毫无关系，当初为何不一刀杀了我？你若不喜欢我，为何留我在你身边？你若不爱我，为何要为我而哭？你若与我毫无关系，当初为何不一刀杀了我？你若不喜欢我，为何留我在你身边？你若不爱我，为何要为我而哭？如今南陆国将我视为死地，朝堂上的每个人都对我虎视眈眈。你若要娶我，一旦开战，你将与两国为敌，永无回头之路。纵使与天下为敌，我也要在你身边。这一世，你若想浪迹天涯，我便伴你左右；你若想逐鹿天下，我愿为你辅助；你若想以死抵抗，我便生死相随。生同亲，死同血。无论你是将军，还是普通百姓，
亦或是逃犯。我此生所爱之人，只有你宋铁心一个。宋铁心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明知浮游一丝微妙，遇见地沧海。不曾扛上心门寒冬，情根翻被岁月轻拂开。心门之外，谁在徘徊？明知刀火赴人也难以拥你入怀。只得一言，问爱不语，万劫不顾之意，求痛快。风霜如雪，在无痕留白。明知浮萍青苔转瞬于千秋万代。只求也虽软枯一重爱，曾不被寸土成掩埋。洪流之中刻下残骸，明知深陷尘埃，也与你并肩相待。都市漫长风雨满山雪，无惧世界的永恒爱。回眸至今，一直散而来。这样也好，我被你掳来，又被你赶走，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点心，我很怀念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，不过我们之间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们早就知道了。是。你们是什么时候为我设的局？在我被关押入大牢那日，便决定与沈牧司联手。国师大人，时间到了，退下。是。点心，若我一开始就告诉你，你只会推开我。对于一个将军而言，最好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，而不是牢里。宋天心，我不会放弃。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会牢牢看住你，陪你一起经历生死。这一世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宋天心，你会信我吗？
你说的对，这一世我们还有机会改变结局。我掌握的叛变名单上的人都死了，失去了所有的线索。我必须让你帮我牵出背后之人。只有那人知道我不再信任你，那他定会利用你来杀我。棺材委眉迎举，真相大白为聘。宋点心，当你说要送我离开之时，我差点信了你。李奇，送你离开，我从未骗过你。你撒谎！你让我留在你身边，让我误以为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。这不是利用我的感情是什么？你错了，他对你的照拂，只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恢复自由，仅此而已。李奇，你是被困在敌国的质子，而我是被困在谜团中的疑犯。我从不觉得朋友之间的互相依靠是利用。即使在化无心陈瑞阳死后，真相未白之际将你留下，我的初衷也从未变过。即使我觉得你行迹可疑，但我也不相信你会真的害我。如果我说我现在要离开，你会答应吗？你知道的，真相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幕后之人就是可颂公主，而你是唯一知情之人。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当面指认她的罪行。不过，如果你现在想走的话，带上它，你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海鹰国的每一个关口。眼下局势你已知晓，两国开战在即。你要记住，我是唯一能够给你自由的人。你说过，以我皆是赌徒，以此生作为赌注，希望我们都可以赌对。但是在你眼里，我不过就是指认公主的工具罢了。这种施舍，不要也罢。
即便公主殿下在大唐发现了死者，但是南洛国质子离奇。可宋公主，离奇在千位阁久居不走，更对我夫人图谋不轨，于是我和宋点心才将她反杀。怎么又一个南陆国人之死与宋点心有关？而且还是九皇子。人刚一死，公主就来了。莫非公主可以预知未来？即便公主殿下在大唐发现了死者，但是南洛国质子离奇。怎么又一个南陆国人之死与宋点心有关？而且还是九皇子。人刚一死，公主就来了。莫非公主可以预知未来？本宫倒没这神通，只是关心姐姐，特地过来看看。没想到，刚好撞见了。这装盒是姐姐的吧？是我的。竟是通敌叛国的信件。前海银国护国将军、千位阁掌柜民女宋点心，与敌国质子离奇交往过甚，勾结南陆国，现以叛国罪将其捉拿，还不给我跪下！放开！点心，将沈国师压下去。走。放开！留我们姐妹俩叙叙旧。你接近我，口口声声喊我做姐姐，却又设局害了我，为何要一直针对我？说实话，这朝堂上我唯一能看得上的女子只有你，宋点心。本宫本想提拔你为我所用，可你偏偏要跟本宫对着干，为何非要激化两国之争？那是因为他们该死。本宫母族100余条性命被南陆皇族所杀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可是宋点心，你一再阻碍对南陆国开战，使本宫报不了仇，让本宫不得不一再改变我的计划。本宫原想利用苏雪芙对你的嫉妒将你除掉，可惜她没配上一个好脑子，留着反倒碍了本宫的事。离奇心思谨慎慎重，正得你意。你看，他配合得多好啊！成功让你上钩了，可你并没有兑现向他允诺之事。没错，本宫是答应他事成之后还他自由来着。但是死亡就是最好的解脱，他被南陆国抛弃，海银国也容不下他，他去哪儿能自由啊？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。说实话，跟你过招挺好玩的。这要是以前，本宫愿意跟你多玩一玩。可是你手上居然有本宫所有人的名单，这就没意思。那日本想在大理寺杀了你，居然有那么多人要保你，没劲。他们帮你做事，
却杀了他们所有的人。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一定会付出代价。就是这种眼神，恨本宫吧，你再恨一点，因为你越恨，你就越能理解本宫。仇恨是毒，更是药。它让我时时刻刻都清醒着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本宫的母妃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她到死的那一刻都还在提醒着本宫，本宫活着就是为了复仇。你简直是疯了！你太小瞧本宫了，更疯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国师沈慕斯，监国失职，民女宋典心通敌叛国，打入天牢，明日斩首示众。宋典心曾为海阴国一品大将军，犯下通敌叛国的重罪，幸得本宫及时发现，才未酿成大祸。这么多年，你仗着自己的军功，在朝堂和民间肆意妄为，这一切都将在今天结束。你陷害忠良，残害无辜之人的性命，桩桩件件历历在目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真相总有水落石出之时，是吗？等你死后，你会带着臭名消失在这历史长河里，没有人会记得你。沈慕斯，就由你来诵读宋典心的罪状。毕竟，她是你未过门的妻子。海寅55年，宋典心率1000余轻骑轻取天河谷，大破万余敌军，夺取粮草。那一年，宋典心17岁。我要你读他的罪状，你在读什么？海寅56年，南陆国攻占要塞。放肆！来人，沈慕斯监国失职，现革去国师一职。宋典心通敌叛国，就地处斩。谁敢伤将军分毫，先杀我等！至尊守护！你们是听不到本宫说话吗？海寅56年，南陆国攻占我边境，危害百姓。宋老将军身负重伤，兵寡粮少下。宋典心独身率精锐部队攻城，击退敌军，守护了我方百姓安危。那一年，宋典心18岁。57年，宋典心
率军深入漠北，金敌3万，从此海银一统漠北。前尘一面，诀别如露如电，教忠诚错付。隔海观月，或是隔山看雾，总不肯和睦。人间无数都被一场大雪辜负。那一年，天地失色，宋典心19岁，风月已白。我朝疆域辽阔，兵马100万，可保家卫国的重任，却有一名女子承担。宋典心所做一切，不过是为了山河无恙，盛世平安。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像爹希望的那样，继续当将军，保护国家，保护家人。这样的人，如何是一个叛国之徒？只得一言，万来不语，万劫不无之意，求痛快。风霜如雪，再无痕日来。不可能谋反的。高地上，将军不顾自己性命安危，将我等从敌营救出。将军仁义护国，不可能叛国。深入北漠，将军身负重伤，但他却将仅剩的疗伤药草让给受伤的士兵。我们的性命都是将军给的。我袁绍从小无父无母，若没有将军，早就尸骨无存。为了将军，誓死守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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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口！反了，都打反了吗？还不叫这几个人给我速速拿下！谁允许你们把刀放下的？都给我捡起来！捡起来！反了！谁说他们反了？谁说他们反了？你没死，还不将这敌国奸细给我速速拿下！可颂公主，你勾结外敌，残杀两国权贵，利用我陷害宋典心，空口无凭，你可有证据？我没死，就是证据。还不叫他们几个给我就地正法！我看谁敢！皇上驾到！父皇，是宋典心胆大包天，他联合外敌结义，还想污蔑冤枉儿臣。父皇，好了，朕的好女儿，你说的一切，朕都听到了。为何非要激化两国之争？那是因为他们该死。
本宫母族100余条性命被南陆皇族所杀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仇恨是毒，更是药。可颂公主无德，屡犯重罪，难为国法所容，现贬为庶民，幽闭于深宫，永不得出。将军宋国林遭人诬陷，一生忠君报国，追谥为义勇侯。宋氏一族当即释放，宋典欣平定内乱，功劳显赫，官复原职，加封护国大将军。姐姐，我自小被母亲控制，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替母族复仇。我好怀念跟姐姐在一起的日子，那个时候我活得才像我自己。姐姐，救救我！妹妹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叫你。你可以恨我，继续恨我，这样你还可以继续带着恨意活下去。宋典欣，你会后悔的。权谋之路本来就应该踏着尸骨与鲜血，你太心软了，你太天真了，宋典欣。你阻止得了一时的战争，你阻止不了一世的。真这么急着走？我现在官复原职，留在千位阁，我还可以护着你。宋典欣，我想要回到南陆国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还想要完成你的理想。我的理想？止戈为武，避免战争再起。我要用我一世全部的力量，护两国安宁。一路艰险，只可惜，不是你陪在我身边。陪你的那个人迟早会出现，那个人一定不是我。典欣，可以作为一个朋友，
给我一个拥抱吗？不可以。当然。我要走了，后面还有人等着你呢。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有机会一定会相见的，希望不是在战场上。当然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沈慕斯，如果点心过得不开心了，我可是会随时带他走的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宋点心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愿你一世安乐无忧，有人相依，有人可信。大家不要抢，不要急。今天是咱们宋将军和国师大人大喜的日子，咱们掌柜吩咐了，以后每逢初一、15啊，都是咱们的施粥日。谢谢。粥米充足，人人都有份儿。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啊！画本里的人最后都去哪里了呀？他们呀，都去到下一个故事里了。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下一个故事呢？人人都有份儿啊！很快吧。这个世界，有人生，有人死，有人在自我埋葬。如果人生还能重来一次，我确定还会再爱上你一次。即使天寒地冻，路远马亡，也要把我孤独的灵魂和你一起安放。还未举目无双，衣不裹体，我们没资格难过。我要与你一起在悠久的时间长河里，留下属于我们永恒的印记。辞别在回忆无期，心上许和你，像那些云烟和山间一曲，思念触手可及。我只要今生许一场相依，不要如往昔。
与之间为敌，往星河长宁，支离破碎皆人情。